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一个地主的庄园，因为它常年隐藏在一片竹林当中，给人一种挺神秘的感觉。而当地的人又把这里称作为作坊吧，其实就是一个山寨。那里面呢有防御的要塞，还可以住人，可以说是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小型的要塞吧。据说在当年这个庄园的底下就挖出了许多的奇珍异宝，以至于很多人说现在的这个庄园底下仍然有很多宝藏。那到底是真是假呢？我们就一块去看一看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庄园了。你看，从空拍机来看这一大片的区域呢，都属于这个地主的。据说这里的占地面积呢，就有100多亩左右。仅仅这一个山寨，它就占地大概2100多平方米吧。里面呢，大概有100多间的屋子，是不是从这些数字都能看得出这里的规模的确不小？哇哦！这里就进入这个古宅了，它全部是用石头和木质的建筑搭建起来的。红色的木床，颜色特别的鲜艳，不太结实了。墨绿色的柜子，旁边是一个红色的床。你这地上有很多的垃圾桶吧，可回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古老的柜子不过我感觉好像是放反了。你看它的脚都是在上面的，而这些抽屉呢，有一些是朝下，有一些呢又是朝上的，看上去很有年代感。这里面还蛮黑的。哇，这边还有2楼。这里感觉像是坍塌了，你看，现在就用了一个席子挡住的。这木窗上面放的柜子其实还是挺精美的，你看，这里有很多的雕刻，全部都是一些花雕。哇，这里好窄呀！看这个上面，看能不能看到什么东西。哦，这里太窄了，我确实不太好进来算了，先下去。哇，下来。这应该就通向中堂了吧？校长职责，这应该是后来改造成学校以后的一些规章制度。时间是2012年的1月，距今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。
老式的木窗。看这抽屉里面，哇，打不开呀！这外面就通向后院了。哇，这边好多的碗。这2楼里面是空的，哇，特别的摇摆啊！你看这寨子啊，还蛮有特色的。以前从这个正门进来了以后呢，它的左右两边啊，应该是那些安保人员或者说是侍从的工作的地方。进入大门以后呢，这里有一个中门，再进去就是正堂了。而正堂与中门之间呢，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弄堂。你看，这个弄堂啊，现在它的上面这里都已经坍塌了，而旁边还改造成了黑板。锁上的，特别的黑，这好像就是刚才我们进去看的那个房间。哇，这房间里面啊，特别的古旧，又或者是比较的破烂吧。你在外面可以直接看到农田，而地上全部都是泥土和一些大石块。这里应该是放过画像，可是现在已经都没了。这有可能啊，是一个猪圈吧，或者说是养家禽的地方。这就上到2楼来了。你看中间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院坝，目测估计得有好几百平米。旁边这里就是正殿了。曾经呢，这个山寨啊，它不仅是一个防守的要地，而最大的一个特色啊，就在它的正堂的对面，也就是这个弄堂吧。你看它的2楼上面，知道这个建筑是什么吗？其实啊，这一个就是戏台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曾经的人，他们不仅把这里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，而在闲暇之余呢，还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些戏剧的表演，是不是还蛮艺术化的呢？哇，这个中堂啊，确实蛮大的。
这就是正堂了，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。底下这里有一个很高的门槛，这里面呢是空的。不过你看上面啊，这些立柱非常的漂亮，每一根呢都能看到曾经是有过绘制。中间的那一根上面啊，还有一个道教的八卦图。时间年代呢，并没有太多的显示。虽然这房间啊比较的破旧，但是从这上面的这些横梁的精美的绘画，不难发现的是，在当年呢，一定是特别的辉煌。走，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下。这里有好陡的一个阶梯啊！你这底下，它是石阶梯，再往上面呢就是木阶梯了。这里面是什么地方？这柜子里面有好多的玻璃器皿，哇！拆起来这些柜子啊，都在晃。全是玻璃器皿。地上也是好多的玻璃器皿，这好像是一个人的大肠一样的模型，这应该是一个实验室。哇，你看这里啊，这上面啊有一个天井，这个天井是一个人工搭建的，就是将屋顶呢圈了起来。如果在下雨天的时候呢，这个雨水啊就会落下来，直接进入到这一个地井当中。下面这个地井啊，它不仅可以很好的将雨水呢所关起来，而且平时如果缺水的话，还可以作为饮用水。这种巧妙的设计，也让这个房间与房间之间啊变得更加的通透，是不是还蛮厉害的呢？房间里面是空的。蓄水池，好多的苍蝇。男厕所，女厕所。看，这过去的厕所。
这里面的房间啊，确实很多，转来转去的，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迷路。你看，又转到中庭来了，走去那边看一下。这边同样有另外的一个天井，不过看上去要比刚才的那个大一点，所以这里面的采光我感觉也会更好一些。地上有很多的坛子和碗，这可能是一个生活区吧。不过非常奇怪的是，你看，这里竟然有一个香台，上面有好多的香烛哦。这里还写上了慈悲地藏宝，这不是一个学校吗？怎么会变成了一个像寺庙一样的地方呢？里面是一张床。这里面是空的，不过走进来以后，真挺阴森的。这个老式的柜子，空的，都是空的。哎，你看，在这个桌子上面啊，放上了一张照片，是黑白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当年这个学生毕业的时候的一些合照，现在已经看不太清楚了。这个柜子，哇，里面是空的，什么声音？这边又出来了。据说，在这个宅子的某一处呢，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。一旦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呢，当时的那些人啊，就可以躲到地下室里面去避难。上世纪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呢，当时就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，还有各种绸缎和无数的枪支弹药。不过后来那个地下室被封了起来。现在还有很多人呢，他们说在这个里面啊，仍然可以找到很多的宝藏。不过我走了这么大一圈啊，宝藏是没发现，只看到了许多的垃圾吧，或者说是一些残垣断壁的建筑。都是空的。这是另外的一个厨房，不过比较小。这是一个小型的教室，你看周围啊有很多的桌椅板凳，而且在这个上面竟然还有一个电子琴，
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了。哇哦，这应该是一个古琴吧？连它的踏板啊，还是这种木踏板，只有2个，与现代的钢琴呢完全不一样。这些按键已经都没有作用了。不过能在这里发现这么古老的钢琴，是不是还挺有趣的？刚才我走出来，我就发现特别的香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栀子花树，哇，特别的香！你看这个小小的栀子花树啊，它就在这个更大的天井的底下，伴随着周围的鸟叫啊，这是不是有点像鸟语花香呢？你看这底下还有一个很大的沟槽，不知道在过去是不是养鱼的呢？空的。那这个古宅啊，由于在战乱的时候呢，死过不少人，所以阴气比较的重。在上世纪解放过后呢，就将这个古宅改造成为了一个小学，希望来压住这里的邪气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这个小学呢也开了10几年吧，就宣布倒闭了。不过你想啊，昔日辉煌的庄园，视野开阔，环境清幽，这些青瓦灰墙啊，在现在看来仍然很有古旧的味道。可是如今的这个古宅呢，却给人一种冷落破败之感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，或者说是危楼吧。想当年的那些庄重威严，或者说是一种光彩吧，已经是荡然无存了。好吧，那这里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沙僧，我的旅行呢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